柯文哲不要创党，政治路途会过得比较顺遂。民众党爆发这么多问题，因果来说，当年种下的因，现在收获了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黄珊珊讲说，辞职最简单，屁股拍一拍就走路，战斗小组还是你要来负责。仗是黄珊珊当总干事搞出来的，怎么会让黄珊珊来主导三欧小组？还是要这个。柯文哲又要建立 SOP 了，他没有在党部基层做耕耘，也没有更新自己的治国论述，也没有固定在网络上经营观众。从蓝白分裂以后，柯文哲像整个当机还没有清醒过来，创立民众党就种下今天的因果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之前你要先会治国，治国之前你要先齐家，你要先齐家之前呢，你要先修身，站的位置不一样，他看的格局也就不一样。民众党他今天爆发这么多问题，每天都有新话题。以因果来说，当年种下的因，现在收获了果，这个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我认为的答案是，打从一开始创立民众党就种下今天的因果了。柯文哲不要创党，他的政治路途会过得比较顺遂哦。我认为这件事情绝对是一步臭棋，基础哲学问题。当你面对的是由美国当靠山，还拥有最大的媒体优势，网军侧翼林立，掌握5院，拥有最多席次的民进党这种大魔王，反正你整个民众党多少人，我一个一个查嘛，就不信他妈的弄不死你民众党。民众党10几个都能算在柯文哲头上啊！大家觉得民众党从创立到现在，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民众党到底是什么时候种下了不好的因，才导致了今天的果呢？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让民众党完全失去中间选民了。民众党现在只有最纯的韭菜小草才挺得下去。讲难听一点，从总统大选之后，我完全看不出阿北在忙什么。他没有在党部基层做耕耘，也没有更新自己的治国论述，也没有固定在网络上经营观众。从蓝白分裂以后，柯文哲像是整个宕机，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过来，真的感觉不出柯文哲有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还是觉得就是有出了一点差错，是责任政治。原来他们民众党部记账跟审核的都是端木正黄珊珊当总干事的时候搞出来的，你怎么会让黄珊珊来主导三欧小组？而且黄珊珊辞掉不分区立委以示负责，这本来就是一个竞选总干事要做的事情嘛。黄珊珊只要一天还在立委职位上，持续帮柯文哲放血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柯文哲跟黄珊珊会不知道吗？我们也不要把柯文哲当白痴，看不出黄珊珊在搞什么把戏。柯文哲否认蓝白破局跟假民调不是自己的意思，那柯文哲就是一个被黄珊珊骗得团团转的高智商傻子啊。柯文哲说他又要建立 SOP 了，他要在他的党部建立那个捐款金流制度登记的 SOP。我听到柯文哲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2014年就出道的柯文哲，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基本的事情上面做 SOP？ 什么电子记账制度？面对新闻媒体的抹黑要反击能力。柯文哲遇到事情永远都想用 SOP 解决，但永远都有新的 SOP 要建立啊。民众党一直接连出包啊，每次都不是柯文哲的问题，但每次扣到的都是柯文哲的分数。如果民众党他是个超级有战力柯文哲为中心拼命拓展版图的政党，那就算了啦。整个民众党最有战力的人，一个是新进来的黄国昌，另外一个是非党员陈佩琪，靠蓝白合选上一个新竹市长高虹安，结果高虹安跟党中央完全断线，民众党100%是柯文哲的负资产啊！如果没有民众党，假民调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认为柯文哲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有上中下3个策略。柯文哲当年的上策是一开始就不要主党，应该要去跟韩国瑜还有能够整合的蓝营合作。例如说罗志强啊、徐巧芯啊，毕竟柯文哲他没有政党，绿营再怎么爆料都是算蓝营的哦。中策柯文哲等到2024再主党，就拼今年这一战嘛。如果民众党是一直到去年才成立没有这4年的消耗，选出来的结果绝对不可能只有这样子。那下策是一主党，柯文哲就应该要做所谓的揭开政治真相的工作，并且发展黑暗的实务面，把清谈型的道德换成务实型的道德。政党用权谋，这很正常的这些论述柯文哲要一直讲，不断的讲，让大家知道搞政治就是这样子。柯文哲支持者也会能够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能够理解以前国民党的这些做法其实并不完全是错的。政党其实就是一个牛鬼蛇神聚集的帮派而已一个有正当工作的高知识分子。柯文哲是一个医生
但是有多少医生能够去从政啊？会进来政党的很多都是地方上的有利人士啦。这些有利人士不用上班的，他们的收入很多也都是灰色地带。民众党的支持者，他们不要地主民代，不要正二代，也不要财团，只想什么都没有，只有知识跟学历的清流精英。问题是除了脑袋以外什么都没有，喊国家公开透明就能够当选总统改变国家吗？有一大半的民众党的支持者是觉得很崩溃的。阿北你怎么可以去见颜清标？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民众党支持者是清醒的，因为他们知道真的要去选总统，你就是得要跟这些地方派系人士去做接触，甚至有一些人柯文哲的这个举动开始去了解颜清标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坏。柯文哲讲了这么久的公开透明，但是10年下来，我们发现柯文哲其实自己也做不到公开透明，而且公开透明反而办不成事情。君悦饭店那次不就是因为太公开透明，所以才完全破局吗？土条他一直在想办法把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人都带上去楼上小房间谈土条那天是一直想要把大家带去楼上小房间，譬如说国民党要让几席立委出来给我们民众党啊，这些这么现实的东西，你要怎么在公开场合讲？公开透明什么东西？民众党支持者每次看到别人密室协商就骂人家不公开透明啊。柯文哲跑去密室协商民众党的支持者又觉得政治本来就不能够完全透明。水至清则无鱼的公开透明的背后，是真的公开透明吗？柯文哲应该要教育民众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实务经验，他应该要去教民众什么是政治上的善良，又哪一些又是政治上可以原谅的邪恶。民众党支持者应该要去学习正确的对待政治人物的态度，不要只会瞎捧，或者是用一些幼稚的伪善标准去逼死这些政治人物。柯文哲他不愿意去做我刚刚所说的揭开政治真相，发展黑暗实务面，把清谈型的道德换成务实型的道德，权谋很正常这些事情，柯文哲他被自己身边的这些假清流包袱给捆绑住了。结果命运就很强迫的被动告诉小草什么叫做务实性的道德，非常可笑啊！真正击溃民众党跟柯文哲的不是3大案，而是根本不会有人去调坑的选举经费收支账。民进党那些想靠司法恶整柯文哲的人全部都傻眼，赖清德一定也是哭笑不得，不知道应该要高兴柯文哲败得那么惨，还是应该要哭民进党绞尽脑汁对干柯文哲7年，却比不上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账本来的致命啊！陈佩琪他借儿子开人头公司这件事情也比3大案伤柯文哲还要重啊！因为这件事情直接破掉柯文哲身边的3大护身符之一啊！陈佩琪啊，他从此以后在脸书上的助攻的效果不会再有以前的威力了。柯文哲案我一定要跳出来讲，民众自身在草创的时候，我告诉你没多少民众想上啊，而且去都很实切，提供想法跟 idea， 不管旁边他们的素人有多素，他们当时就叫我们一个人搭配2-3个素人，我纯粹就觉得说第三势力台湾需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味道，才会让蓝绿两大党时时保克警惕。就是因为我们看英国的政治不就这样嘛，就当年工党取代了他们的自由党是有一些原因的嘛。我是觉得今天你一直在攻击别人，你到底对民众党付出了什么？你说你又没加入过民众党怎么样？2024年8月18号11点03分，这一刻以前我加入过任何政党，我把我的频道删了，好吧？我可以对你赌大一点。那如果没有，那要不要赔我500万？好吧？无止加标准嘛。觉得全世界就因为你而狂，然后就人家就要听你的，你什么东西啊你？